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一部震撼世界的伟大著作《资本论》。这部书的作者是卡尔·马克思，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剖析社会结构，揭示经济规律，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深刻的思考方向。《资本论》可以说是他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是他耗费了无数心血，钻研大量资料，经过长期的思考和分析才铸就的鸿篇巨制。《资本论》就像是一座灯塔，在资本世界的茫茫大海中为我们指引方向。它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从宏观层面来说，它为我们理解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运行机制提供了理论框架。无论是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还是全球经济格局的形成，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根源性的解释。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而言，它能让我们拨开日常生活中经济现象的迷雾，看清资本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工作、收入、消费以及社会地位等方方面面的。它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一旦我们掌握，就能开启一扇通往全新认知世界的大门，让我们对周围的一切有更深刻的理解，从而在生活的决策中更加明智。在这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工作赚钱，可为什么贫富差距却似乎越来越大了呢？在这个看似充满机遇的时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深陷贫困的泥潭，而一小部分人却能积累巨额财富？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了无数人，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出了深刻的答案。让我们来看看一个与《资本论》相关的名人故事。20世纪初，美国经济蓬勃发展，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积累了巨额财富。然而，在那个时代，工人们却面临着恶劣的工作环境、超长的工作时间和微薄的工资。工人们开始组织起来反抗，他们所依据的理念很多都源自于《资本论》中对资本剥削的批判。这些工人意识到，他们所创造的价值大部分被资本家占有，而自己却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这种矛盾冲突正是《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体现，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一、商品与货币。《资本论》开篇就深入剖析了商品和货币这两个基本概念。商品，在马克思看来，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它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使用价值是指商品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比如面包可以充饥，衣服可以保暖，而价值则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比如生产一件衣服，无论是裁缝手工缝制还是机器制作，其中都包含了人类劳动的付出。货币则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货币的出现解决了物交换的困难。例如，在古代，人们用一只羊换2把斧子，这种交换方式受到很多限制，而当货币出现后，人们可以用羊换取货币，再用货币去购买其他需要的商品，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们对商品的使用价值追求源于人类的本能需求。我们需要食物、住所、衣物等，这些都是生存的基本条件。而对价值的追求，则涉及到更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在一个以交换为特征的社会中，人们通过劳动创造价值，并希望这种价值能够在交换中得到体现，从而获得相应的回报。这种对价值的追求驱动着人们参与经济活动。货币的出现则满足了人们对于交换便利性和价值储存的需求。在心理上，货币给予人们一种安全感，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普遍接受的价值衡量标准。人们可以通过积累货币来储存财富，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理解商品和货币的概念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决策至关重要。在购物时，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来做出更明智的选择。例如，在购买一件昂贵的奢侈品时，我们需要考虑它真正的使用价值是否值得我们付出那么多货币。同时，对于投资者来说，认识到货币在不同投资渠道中的价值变化规律，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进行资产配置。2、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是《资本论》的核心内容之一。马克思指出，资本家购买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力创造的价值超过了劳动力本身的价值，这部分超过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家通过占有剩余价值来实现资本的增值。从资本家的心理角度来看，他们追求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动力。这种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促使资本家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延长工人工作时间或者降低工资等。而从工人的角度来说，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处于被剥削的地位，他们的劳动成果大部分被资本家拿走。这种不公平的分配方式引发了工人阶级的反抗心理。从经济逻辑来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也迫使他们追求剩余价值。因为在市场竞争中，只有那些能够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资本家才能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并扩大生产规模。这种竞争机制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
但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矛盾。理解剩余价值理论有助于我们认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存在的剥削现象。对于劳动者来说，认识到自己的劳动价值被部分剥夺，可以促使他们争取更好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例如，在历史上，工人运动就是基于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认知。工人联合起来向资本家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等权益。对于社会政策制定者而言，了解剩余价值理论可以为制定合理的劳动法规和社会保障政策提供依据，以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3. 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过程。资本家将获取的剩余价值转化为新的资本，用于扩大生产规模、更新生产设备等。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进行，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出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少数大型企业逐渐控制市场，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困境。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家的心理是贪婪和恐惧交织。一方面，他们渴望获取更多的财富和市场份额，因此不断进行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这种恐惧也促使他们加快资本积累的步伐。从经济逻辑来看，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必然要求。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资本需要不断扩张以适应新的生产条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市场竞争机制也加速了资本的集中和垄断。因为在竞争中，强大的资本可以凭借其优势地位排挤竞争对手，从而形成垄断局面。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理解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可以帮助他们制定长期发展战略。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企业需要合理规划资金的使用，注重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同时，对于社会观察者而言，认识到资本积累带来的集中和垄断趋势，可以促使他们关注市场竞争的公平性问题，推动反垄断政策的制定和完善。4.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论中重点分析的又一重要现象。经济危机表现为生产过剩、信用崩溃、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问题。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的集中爆发。在经济危机爆发前，资本家和消费者的心理都处于一种非理性状态。资本家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往往过度投资，扩大生产规模，而忽视了市场需求的变化。消费者在信用扩张的情况下，过度消费，形成虚假的需求繁荣。从经济逻辑来讲，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不断扩大生产，但劳动者由于工资水平相对较低，购买力不足，导致生产过剩。同时，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也加剧了经济危机的严重性。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意义。政府可以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缓解经济危机的冲击。例如，在危机期间，政府可以增加公共投资、降低利率等来刺激经济增长。对于企业来说，在经济危机中要学会调整经营策略，注重成本控制和市场需求的重新评估，以度过难关。5. 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进行了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主要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是占有生产资料并剥削无产阶级的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是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阶级。在阶级关系中，资产阶级的心理是维护自身利益和统治地位，他们通过控制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来巩固自己的权利，而无产阶级的心理则是在压迫下逐渐觉醒，意识到自身所处的被剥削地位，从而产生反抗意识。从社会逻辑来讲，阶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无产阶级的反抗运动推动了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例如工人运动促使资本家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等，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对于我们理解社会现象和社会变革有着重要意义。对于社会活动家来说，可以根据阶级分析制定相应的策略，推动社会公平和正义。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认识到阶级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可以促使他们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争取自身权益。朋友们，《资本论》是一部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著作，它为我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复杂运行机制，从商品货币到剩余价值，从资本积累到经济危机，再到阶级结构，每一个环节都紧密相连。它让我们看到了资本的力量，也让我们看到了劳动者在资本世界中的处境。我强烈呼吁大家阅读《资本论》，去深入思考我们所处的经济世界，不要被日常的经济现象所迷惑，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当你阅读这本书时，你会发现自己对周围的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你会开始思考如何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资本世界中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资本论》中的一句经典口号，它激励着无数人为改变自身命运和社会现状而努力。让我们也行动起来，
用知识武装自己，用行动去创造一个更公平、更美好的社会。不要让资本的无情吞噬我们的梦想和希望，让我们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在资本的世界中开辟出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阅读《资本论》，开启你的智慧之旅，让资本的力量为你所用，而不是成为它的奴隶。